荧幕前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前几天，我一个老朋友跟我聊天，他很得意地说：“文雄啊，我没抽烟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会得肺癌啦。”哎呀，我听了心里一惊，这个观念真的早就应该要更新了。你千万不要以为没抽烟就拿到了肺癌的免死金牌。我给你一个最震撼的数字，你听了可能会吓一跳。在台湾我们这些女性同胞一旦罹患了肺癌，你知道吗？超过90%是从来没有抽过一根烟的。你说这公不公平？一点都不公平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，不管你有没有抽烟，都跟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大家好，我是文雄，做了一辈子的医生，现在退休了。今天不是要吓唬大家，而是想把我这几十年在医院看到、学到的一些能救命的真心话，跟我的老朋友们分享。因为我看过太多遗憾了，太多如果早知道的故事了。你可能会觉得肺癌有这么严重吗？我再给你一个数字，你感受一下那个速度。在台湾，肺癌不只是台湾，在全世界，它都是所有癌症里面死亡率最高的，是真正的头号杀手。快到什么程度？平均每50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肺癌而离开我们。而且这个记录，它已经连续20年都是我们癌症死亡原因的第1名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看这支影片，可能才看了5分钟、10分钟，就在我们讲话的这段时间，可能全台湾又有好几个家庭因为肺癌永远地失去了他们挚爱的家人。如果这支影片我讲得长一点，讲到50分钟，那在你看完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生命悄悄地离开了。这就是肺癌在我们身边最真实也最残酷的速度。那为什么它这么致命？关键就在2个字：太晚。因为我们的肺是个很沉默的器官，它没有神经，所以早期就算长了东西，你也不会痛，不会痒，完全没感觉。等到身体真的给你发出求救信号的时候，往往都已经太迟了。有高达75%，也就是3/4的病患，他们一到医院检查，医生眉头一皱，跟他说：“你这个已经是第4期了。”第4期就意味着癌细胞已经扩散了，治疗起来非常困难。这也是为什么死亡率会这么高的主要原因。所以，预防肺癌最重要的功课，不是等生病了才找医生，而是平常就要学会听我们肺部发出的求救信号。它其实会跟我们讲话，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。今天文雄医师就教大家仔细聆听这5个重要的求救信号，加上一个你可以立刻自我检查的手指变化。第1个信号，也就是最常见的咳嗽。你可能会说：“哎呀，文雄医师，人吃五谷杂粮，谁不咳嗽啊？感冒也会咳啊。”没错，但肺癌的咳嗽跟感冒不一样。它是一种持续的顽固的咳嗽，常常是干咳，没有什么痰，而且这个咳嗽会持续3个礼拜以上，甚至更久。吃什么感冒药、止咳药水都没效，它就像一个固执的访客，赖在你身体里不走。尤其是在半夜、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个咳嗽声就显得特别孤单，特别清楚。如果你发现你的咳嗽变了，或者痰里面开始出现一丝一丝的血丝，那这就是你的肺在用力敲门，跟你说：“主人，我出问题了，快来关心我。”这绝对不能等。第2个信号，气喘，也就是喘不过气。这个变化通常是渐进的，所以很容易被我们当成是老了，体力变差了。你要跟以前的自己比。你想想看，以前你是不是去爬个象山，去市场买个菜，提着大包小包，都还能脸不红气不喘地跟邻居聊天？但现在呢，只是从家里走到巷口去倒个垃圾，或是爬个2层楼梯，就觉得心脏快要跳出来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好像有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你的背上，胸口闷得慌。
这种运动能力的突然下降就是一个警讯，代表你的肺功能可能正在悄悄地衰退。第3个信号，胸闷、胸痛。这个痛通常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，而是一种顿顿的闷闷的痛，感觉好像有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你的胸口，让你呼吸都不敢吸得太深。有时候在深呼吸、咳嗽或者笑的时候，这个疼痛感会更加明显。很多人会以为是心脏的问题，但其实这也可能是肿瘤长大，开始压迫到周围的警告。第4个信号，体重不明原因的减轻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你没有在减肥，饮食跟平常一样，甚至吃的还更多，但是站上体重计，却发现体重像漏水的桶子一样，1个月内掉了5公斤、10公斤。这是为什么？你可以想象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国家，当有癌症这个强大的敌人入侵时，身体会启动所有的防疫机制，耗尽全国的兵力跟粮草去打这场仗。这个过程会大量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和营养，所以人自然就会消瘦下去。这种癌症恶病值是身体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大战的最直接证明。第5个信号，声音沙哑。如果你的声音持续沙哑超过2个礼拜，而且也不是因为感冒或唱 KTV 唱得太用力，那就要特别小心了。我们的喉咙里有一条控制声带的喉返神经，它正好会经过肺部的上方。如果肺部的肿瘤长大，去压迫到这条神经，我们的声带就会麻痹，声音就会变得沙哑、空空的，好像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传过来。这也是一个相对晚期但非常典型的症状。好，说完了这5个身体的警讯，接下来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，你现在就可以立刻做的自我检查。来，伸出你的双手。我们要检查的叫做杵状指。什么是杵状指呢？就是我们的手指头末端会变得像鼓棒的头一样，圆圆的、肿肿的。这是因为肺部长期的病变导致身体末端组织缺氧，微血管不正常增生所造成的。检查方法很简单，现在请你跟着我一起做，把你的2只食指指甲对着指甲轻轻地靠在一起，就像这样。然后你从指缝中间看过去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小的像砖石一样的菱形缝隙？如果你看得到这个缝隙，恭喜你，代表你的手指是健康的。但是如果这个缝隙不见了，你的2片指甲跟后面的肉完全的贴合在一起，甚至有点凸出来，像一个汤匙倒过来的形状，那这个就是典型的杵状指。这代表你的身体可能已经长期缺氧了，虽然不一定100%是肺癌，但它绝对是一个需要你立刻去找胸腔科医生好好检查的重要信号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开始在心里帮自己或帮家里的先生太太检查了呢？先别急着担心，了解警讯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因子。我美丽的太太可能就会问了，文雄啊，那很多人有的那个肺阻塞，就是医生说的 COPD， 那个不控制好，会不会变成肺癌啊？问得非常好，答案是会的，而且关联性非常大。医学研究告诉我们，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，他们得到肺癌的风险是没有肺阻塞的一般人的整整2倍。什么是肺阻塞？简单说，就是你的呼吸道长期发炎，变得狭窄，然后肺泡失去弹性，让你吸得进气，但吐不干净。很多老烟枪都有这个问题，但现在不只是抽烟了，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，尤其那个 PM2.5 细悬浮微粒，它就像成千上万个微小的刀片，每天都在割伤你的肺，造成慢性发炎。所以就算你不抽烟，只要你生活在城市里，你都可能是肺阻塞的高危险群。讲了这么多风险，大家一定觉得心情有点沉重。不过大家也别太担心，身体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永远有办法把它顾回来。
今天文雄医师就是要来教大家几个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宝，一个是不用花钱的养肺功法，另外2个是我们菜市场就买得到的救命水果，帮助我们逆转这个风险。第一个法宝是我一个练气功几10年的老朋友私下传授给我的，非常宝贵。这叫做道家的思字诀养肺功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但效果非常好。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肺里面的浊气排干净，增加肺活量，活化我们的肺泡。最好的练习时间是早上5点到7点，中医叫做卯时，这时候是肺经当令，效果最好。如果起不来也没关系，任何你觉得空气好的时候都可以练习。来，现在你可以跟我一起试试看。首先，你可以站着或坐着，身体放松，把背打直，然后用你的鼻子慢慢的、深深的吸一口气。在吸气的时候，你要去想象，你不是在吸普通的空气，你是在把阳明山国家公园最新鲜的芬多精，把宇宙之间最干净、最清亮的能量全部都吸到你的肺里面，感觉你的胸腔像一个气球一样，慢慢的扩张饱满起来。吸饱了之后，稍微停一下，接着把你的嘴巴微微张开，上下排的牙齿轻轻地合在一起，舌头的舌尖轻轻地抵在下排牙齿的后面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吐气发声了。从你的牙缝中间慢慢的、均匀地发出嘶的声音。这个声音你要控制它，让它又细又长又均匀，不要忽大忽小，一直把气吐到最干净为止。在发这个嘶声的时候，你用你的心去感受，你会感觉到你的胸腔、你的肺部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震动感，有点麻麻的。这个共鸣就好像在帮你数千万个肺泡做深层的按摩一样，把里面沉积已久的浊气、废气都轻轻的、温柔的排出去。这样一吸一吐算1次，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做6次，持续做，你会发现你的呼吸会越来越深长，精神也会越来越好。练完功，我们来吃的，这是第2个和第3个法宝。根据国际顶尖的医学期刊《胸腔 Chest》杂志上面发表的研究，有2样水果对我们的肺部非常有帮助，可以说是肺部的守护神。第1个就是水梨。水梨在中医看来，它是白色入肺，天生就是润肺的好东西。它可以润肺止咳、清热化痰，尤其对于那种干咳、喉咙干痒的人，效果特别好。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食疗方，叫做冰糖炖水梨。这个做法非常简单，你把水梨洗干净，皮不要削掉哦。从上面蒂头那边切开一个小盖子，用汤匙把中间的梨心跟籽挖掉，在挖空的洞里面放1-2颗黄冰糖进去，然后把盖子盖回去，用牙签固定一下。把它放到碗里，再放进电锅，外锅加1杯水，按下开关。等它跳起来之后，稍微放凉一点，温温热热的喝那个汤汁，再把果肉一起吃掉。对于保养我们的喉咙跟肺，真的非常有帮助。第2个水果就是苹果。俗话说，1天1苹果，医生远离我，这句话真的有道理。苹果可以补我们的心，益我们的气，特别是补肺益气。它的果皮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，像是胡皮素，可以帮助我们的肺部抵抗外来的伤害，增强免疫力。记得吃苹果最好要连皮地吃，当然前提是要洗干净啦。好，练功食疗，这个是我们对内的主动保养，但是对外的防护更是不能少。说到这里，我就想到我常常跟我美丽的太太在讲的一件事，就是关于烟的问题。很多先生会说，我在阳台抽，在外面抽不影响家里。错，大错特错。你知道吗？2手烟的危害比1手烟还要毒，因为它燃烧不完全，里面的致癌物浓度更高。
研究发现，如果太太不抽烟，但先生有抽烟的习惯，那这位太太得到肺癌的几率是先生也不抽烟的家庭的2倍以上哎。所以每次我看到有朋友还在抽烟，我都会很语重心长地跟他说：哎，真的啦，为了你的太太，为了你的小孩，为了你最爱的家人的健康，这根烟最好是不要抽了，对不对？讲到这里，我仿佛都听到我美丽的太太在旁边帮腔了。她一定会说：听懂了没有？我先生文雄医师说的哦。他说叫你最好是戒烟，不要抽，不要害到别人，也害到自己。你看，家庭的守护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温柔又坚定的提醒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聊了很多，最后文雄医师帮大家做个总结。要让我们的肺健康康康，远离癌症的威胁，就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做起。请大家务必远离这3大伤肺的来源。第一就是烟雾，不只是自己绝对不要抽烟，更要勇敢地向周围的2手烟、3手烟说不。第二是空污，我们没办法改变大环境，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小习惯。运动尽量选择公园、河滨这种比较开阔、植物多的地方，避开上下班时间车流量大的马路边。第三是人工香精，现在很多人喜欢家里香香的，会用一些香氛、精油，甚至是化妆品，但很多廉价的香精都是化学合成的，吸进去对肺都是一种负担。如果你真的喜欢香味，尽量选择天然的成分，像是天然的蜂蜡、大豆蜡做的蜡烛，或是品质好的纯植物精油，而且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下使用。总结来说，今天我们学到了保护肺部要3管齐下，靠早期发现，记住那5大警讯和1个手指检查；靠主动养肺，每天练习思自觉，多吃水梨和苹果；最后靠环境预防，远离生活中的3大伤肺因子。健康是我们送给自己和家人最珍贵的一份礼物。今天谈到的养肺方法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。我是文雄医生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价值，请务必按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我会继续把我这辈子的医生经验转化成你能用得上的健康智慧，陪伴大家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